笑死，向太也来导游王家卫。其他哪个老板不亏啊？投资他不亏，我是绝不录用他。受控，他没有放出评，他是个屁，或者靠钱。原来王家卫受害者联盟这么多人。你没有受到王家卫的迫害。现在网上有那个王家卫受害者联盟嘛，这也太好笑了。这个最近有好多那个采访，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肯定不知道啊。每天因为我都在那边打鸡蛋了，那个我都不知道是 NG 还是不是 NG， 我就都在那边。反正你在榆林每天拍同样的戏，我每天都有那个装扮，每天都是孤女跟那个鸡蛋，还有那只鱼子。拍《花样年华》的时候吃26碗馄饨面，到最后简直是我跟他说，我说导演真的没办法，我很想吐，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拍，我闻到那个味道已经很想吐。他说哦好，明白，拍完这个再讲。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从第一天进组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叫王耀世。导演是不说戏吗？连剧本都没有说什么戏，剧情怎么发展下去大家都不知道。3年多以来纠结在一个人物里，也享受不了过程。回到家哭，觉得自己真的演得那么差吗？然後一句的對白都要演27遍。王家衛嘅八字唔夾啊，即係我覺得每一次都險過一次嘅。本当に台本もないし、君は人を待ってる。誰を待ってるんですか？いやいや、誰とかじゃないんだよ。君は人を待ってるんだよ。Ready？ って言われて ，Action。我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不断的在重复拍摄，每一个演员，你知道拍上30、40遍，你都会失去很多自信，你会问你自己，到底出现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不会演戏？配音女演员爆料，王家卫曾因为配音效果，把整只手塞进他嘴里舔。我说这样除了这样，我自己舔我自己不够。对，他说好，那我舔他舔他吗？ My God！ 你讲过这个好像小凤梨，整只的手都进到我的嘴巴。知道他在配音史上最成名这件事情是他跟王家卫一起配床戏，这个很厉害。这个我不懂王家卫叫你配巩俐的床戏，对，可是王家卫为什么要陪你一起配？这是一个故事。你觉得很怪吗？就是为什么？可能帮他入戏的床戏配音员自己配就好了，为什么要导演陪他一起配？对啊，我们自己在配音的时候也没有导演在旁边，而且王家卫有碰他耶，真的假的？是他先诱惑王家卫，他说我配不出来，然后王家卫说那我碰你好了，结果就，然后王家卫就揉了他几下。是真的，我们是真实的呈现这个故事吗？你们讲好暧昧，真暧昧。真的是王家卫在现场吗？他是在监督配音？其实我去到那个录音室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的。我去的时候，那当场就有清场嘛，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王家卫说，他就跟我讲故事的情节。为什么要清场？因为配这种戏，配床戏也要清场。你又没有裸上身，你根本你们是拍那种什么调整型内衣太露才要求清场？大概怕我不好意思，想要让我全心的投入这个剧，所以不是你个人要求清场的，不是，没有，对，不是我要求。刚才配那个小羊跟狼，这一定要清场。我也觉得太久，真的要帮我清场。所以你配床戏的时候是惯例吗？配音员配床戏都要清场？没有，你配音的那段床戏其实是没有画面，是不是？对，通常我们配音，我们一定要有稿子，还有画面，我们才会去对嘴，才要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才会去对嘴配音。是，可到那边因为你要看女生的表情，你才知道什么时候喘，什么时候吐吗？对，到那边我傻眼了，好像你配过一样，傻眼了。谁指着我？所以当时那个为什么不是巩俐自己已经先录好？其实他已经录好了，我也听得到巩俐的声音。结果呢？可是他们认为这场戏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也觉得这样就 OK 啦。为什么他们专门要找一个配音员来配？为什么？那他们认为说这出戏非常这段戏非常的重要。男主角那时候是张震，然后突然走来走去的时候，突然听到巩俐在房里跟别的男人做爱做的事情，然后听到了这个床戏的声音、呻吟的声音之后，从此他就爱上了巩俐。所以这个声音非常的重要，要让男主角爱上他。王家卫在现场跟你解释说张震是什么感情，然后配出什么样的床戏的声音吗？对，当我进去要配的时候，他会，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跟大导演合作。OK， 这对我来讲是特别的经验，从来没有过的。除了没有嘴让我去对之外，没有稿子给我之外，然后他就说：“你做，你可不可以配一个那个3级片的声音给我？”在王家卫面前配3级片声音给他，对，跟他对看。他刚开始是在外面的控音室，他说：“王小姐，你可不可以配个3级片的声音？”那我就配了。你有没有检讨你自己为什么会被找去配3级片的声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找小孩子去好像不说得过。是啊，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会找？所以你就现场硬着头皮来了几句，是不是？对，来了的。
嗯了几句，然后他就按对讲跟我讲说，而且我们不是要那种日本 AV 女优的声音。我傻眼，这不就是三级片的吗？对，我要喘息的声音，我不要那种呻吟的声音。你光靠喘息就是呼吸的深浅，你怎么样去？你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也很难想象。然后就哼了几声，还是不对。我觉得他是要我跟我蹦，我觉得最后的他是要跟我蹦出火花。他想他就说，这样还是不对。好，他就进到录音室来，他坐在我旁边，好尴尬。他说这样好了，因为我们虽然是有呼吸，可是也要有剧情刘品，你听得懂导演在讲什么吗？我大概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导演会进来很怪啊。所以如果叫你呼吸的话，你会怎么呼吸？就呼吸，你那个是胸闷现在要的是就是在激情当中，所以我才说这种东西如果有导演在很怪啊，应该是要自己把灯关起来，然后之类的吧。OK， 所以你是要在那个录音间里面真的这样抚摸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知道之类的，不然有人我还觉得太怪了。所以王大卫进来后就说他要给你帮助，他需要我的声音是要有立体的，也就是说要有翻云覆雨的诊断，不是只是你要，还有就好试着我试着再配了一句，他不对。好难懂哦。请问要多长那个喘息的声音？其实那个其实不长，超5分钟的戏，我配了1个多小时。所以你知道我被磨戏磨了很久。5分钟喘息，可是才5分钟的戏，可是5分钟喘息还有不同的情绪是很难的耶。对，我又试了一遍给他听，他说我不要他在底下，我要他在上面的位置。这他不要，通常所以那就搬一把板凳，然后再到上面去。这样够高吗？可以这样够高吗？说男上女下，可是他现在要女上男下，你要主导。可是女上男下喘息声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就去喘嘛。所以当时王家卫就说他现在巩俐在剧中现在是在上面。为什么他在上面？因为他跟我讲说巩俐他要开始跟我讲故事，巩俐的个性是很主动的，他不是那种柔弱呢，主动是很主动，所以他喜欢，所以要在上面通常是主导者。他跟你讲这时候你是什么表情？我愣了，我真的是愣了。你心里有些尴尬吗？其实那时候在工作，你根本已经没有想到尴尬的事情，你只想把这个工作把它完成，然后让导演很满意。对，然后他就很主动，然后要在上面的声音，通常就是我们就会想象上面你是个很强势的喘息声音，跟下面不一样，那种是不一样。你刚才是在扛沙，类似大概你的意思就是说上面的比较强悍，底下会比较。对，我当时就会这么想的表现。可是好，所以你有立刻试给王家卫说，我知道了，在上面的话就是这样子，类似的。对，我就还想是啦，是差不多啊，我就表现给他，有时候要高，有时候低，你不知道，都不要有实体的声音，都只是气音。对，都是所谓实体声音是什么？没有的那种就是实体，没有就没有喘气，没有只有呼吸声，只有。你也错是有错，这个是缺氧，所以后来我们就2个蹦出火花，他就告诉我说，叫我的手借他，坐我旁边，然后他的借我一下你的手，他的手就在我这边摸我的手，然后就说好，现在是刚开始进入，慢慢的，我就闭上眼睛去想象，然后开始，然后他就捏，比如说到了很高亢的时候，他就猛捏，我就哇，所以我是经过他给我的感觉，所以他到底只捏这边而已。所以王家卫只有手，不然你给王家卫看捏，因为他有没有就是顺着，然后就让他就比如说情绪有这样子来回你的手臂，会就是整个手借他抚摸，然后告诉我的情绪要怎么样走，高低起伏这样子，因为整场就是有那个。王家卫喜欢的是这一型，这就是一个。而且如果导演是金城武，你该多好。小时候王家卫很多女生迷恋他，真的吗？当然呢。所以我觉得结束就是工作完成之后，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爱上他了。不止还有手之外，他觉得这样子情绪起伏，这样不是就有立体感了吗？他觉得还不够。中间呢还有舌头在舔手。我刚才是用我自己的嘴，用我的手，然后他给我的指示，然后我这边喘息之外还要舔的声音，整个还要舔。你是说你一边被他摸，然后一边还这样，还要哎，你应该给我讲哎，对啊，好难哦。这是我碰过最难的，对，他也觉得这样这样很过分了，对啊。然后我想这样应该可以收工了吧？他觉得还不够。不够的意思是说他每次叫你加个声音进去，还是说你每次要重演整个片段？重新还要再来，重演，就是一直重复的。那不是应该找3个配音员来同时配就好了吗？所以3-5分钟戏我要配到1个多钟头，快2个钟。那为什么？就这样，除了这样，我自己填我自己不够。对。他说好，那我舔他吗？你讲话真的是好出小梦底。
舔过王家卫，快跟着比手，记得包括要含手指，然后什么这样。对，他的手，对，就是舔他的手指，瞒着我们不讲耶。然后甚至到了最后，刚很激昂的最高点的时候，他整只的手都进到我的嘴巴里了。哎呦哇！你说拳头塞进你喉头啊？哇！我有这么远，这不是很大鼻？然后你慢慢嘛，这到最后不是这样，而且 ending 就是，请问那个 ending 就是哪有浪漫可言啊？所以真的，他自己没有觉得很荒谬吗？而且 ending 说，我跟个我真是啊！我自己回想，我觉得真的很荒谬。就是我们所有的配音员，可能我有这种经验，他把拳头伸进去之后，你还是要演喘息哦。我还要那时候可能就是舔的声音。收工了就怎么办？就导演的箭头加收，好了，收工了，要爬出来。我收工的时候，我还要帮他擦，对不起，因为都是我的口水。真的假的？对不起。所以他没有觉得好笑，他是认真在工作的。那真的，他在里面也睡不着吗？他最棒，在里面听到，因为他在里面他也是有戏吧？他本来只是坐在那儿啊，他也是有戏在里面，整个翻脚吧，或者是。所以他有赞赏吗？说王小姐你表现得非常好。对，还有谢谢我。哇！昨天我在微信上面被艾特了，是刘诗诗的粉丝艾特了我，就是原小说里面有一句话，什么他不成，他成功。他们知道我谁是我吗？他就是微信还是微博？哦，微博艾特了我，然后但是我看，对，我就艾特我看的时候那个微博已经被删掉了，艾特了我和刘金血的官微，然后我就去想，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担心我肯定要去找嘛，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大概意思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那个台词，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好的，什么他成功我不嫉妒，什么他什么失败我支持他的那句话，原小说里好像是蒋南孙讲的，可能写的时候把那句话就给了朱锁锁，其实呢是徐老师写的，就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昨天就问徐老师，这话在现在谁讲的？哎呦，徐老师好像是我给朱锁锁讲了，死了。然后刘诗诗的粉丝就在那里在说太不公平了啊，就说那个说现在什么都要抢，说连我们台词都要抢，原小说里台词都是给那位了，因为昨天好像正好路透出来的照片，他们两个人在下雪里的照片，倪妮呢就是穿的比较还挺合身的衣服，短裙子，刘诗诗一个大黑裙子，半截的一个大白衬衫塞在里面半截的，就显得特别臃肿，然后也没有型儿，然后就说就是我们连穿衣服都不配有一套好看的衣服，就是那位你怎么自己喜欢的？但不是同学吗？他们不是同学，那个刘诗诗是同济的，是高级一点的，那位是就是那种技校什么职校出来的那种。职校的时候也的智慧就漂亮一点。就他反正刘诗诗的衣服确实也挺奇怪的，就不知道为什么穿一个这种黑的伞裙，也超过膝盖的。那上面是个大白衬衫，然后说我们就不配穿衣服，我们就不配有一套好看的衣服，全部都是白衬衫，说我们连台词也不配有，说反正都是那位，就那位你要这么那个什么，你怎么不演蒋南孙啊？然后就编剧你就是什么，这肯定是刘诗诗他们自己发的嘛，我估计是什么，因为这个他们怎么会到台词到那里去了呢？为什么不骂导演骂你呢？都是骂编剧的啊，因为台词。现在都骂编剧的，导演没什么，导演拍的好不好看啊？对吧？衣服不好嘛，可能会有骂。衣服不骂剧组，骂剧组骂就是台词可以骂编剧。对，衣服嘛骂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啊，这种也不给我们争取啊。刘诗诗为什么从来没找过你呢？找过的。找过一次，是我给过一次了。天天在找。妮卡姐没找过呀。你想想，那你没找过。那么好的导演，怎么不应该没有人投啊？那我反正能投得起就投呗。而且天水围是一种典型的香港人的情绪，对，而且不是很贵，太贵我就没办法了。他现在拍的戏都很贵了。对，没错。我还记得他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叫做 The Way We Are， 是不是？天水围嘛，那个很香港，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香港人那种共振，马上就刚才讲共振就会出现。所以我就看这个京哥他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的曾经有一位嘉宾有一次聊起你啊，就讲说都说这个王晶那个拍烂片，对吧？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香港电影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困难时期啊，他养活了很多人，甚至他就说他
如果没有所谓王晶的烂片，也就养不出王家卫这样的片子。说它是一个底，哎，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他说这个电影需要有个底，就实际上你觉得反倒是这些文艺片，有某种电影的基础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每个人自己对这种状况的解释都不一样。不过香港导演是很团结的，香港导演就是一站在一起的时候呢，都是互相提携、互相尊重的，就是本身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都不会拿出来的，都会收在一边的。这个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我挺骄傲的。那你现在不是老住在北京吗？都有，香港、北京都有。哎，我觉得您这个最有资格讲讲了。就是我一直觉得香港导演他合拍片呐，或者现在很多都在内地发展的时候哈，他觉得有什么拧巴吗？就是我知道没有什么意思。实在谁都会有这一段。当你过去了那一段就没有拧巴了，就是最主要就是你还没投入那个生活当中。我完全可以当做自己是一个北京人一样的过日子，我不回去都行。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圈子，我有我的家，我有我的车，我有我的司机，我的公司，什么都有。基本上我是可以。就是不回香港的，而且以前我的普通话偏台湾音，现在基本上都没了。你看，但是在电影创作上，刚才他讲到有个同情，你跟一个地区的人，你同情共感的问题。那比如说喜剧呢？喜剧，我觉得内地人的笑点和香港人的笑点是不是不太一样？你不觉得我这5、6年很少拍喜剧吗？所以在这个商人的思维必须继续更难，要掌握这个笑点。难一点，没那么容易，因为大家用同一种共振长大的，终归是好一点的。对，有一个科学研究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人是跟熟人在一起，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或者跟不认识人要大几10倍。你看我这2年都在拍，就是要熟的。我追龙1、追龙2，下面追龙3，这样一直追下去都不拍喜剧的原因。比较难了。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共振。不是有，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没有，就是没办法，好像麻花他们这样做到那种情况，做不到的。按说你是研究喜剧，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是吧？是。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就是星爷的这种所谓这个无厘头，但是星爷的新喜剧之王，你愿意评价吗？我挺喜欢的。怎么说？我觉得他搞得不错，这个戏比之前2部戏都好。可是就是不吃啊，不吃就不吃了。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振？以我评分，比服药片都好。但他有没有这个？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啊，我觉得这个现象蛮特别。就那个时候他是为香港人拍的，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反而在内地是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就一开始也是吗？他为钱拍而已。对，跟你一样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笑点的掌握，他对什么叫好笑那个东西的掌握，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是。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也都觉得好笑呢？而且我觉得最奇怪，因为以前那种喜剧，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你看他的以前老的那批，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有一些口语还是挺受欢迎的，他自己的多半吃的都是动作，而不是口语。你可以想想，比方说，包租婆，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你不记得。
你记得他拿那个扇子鞋来打人，对，你记得他那个思考功，你记得这些动作的东西，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这靠表演，靠表演。你觉得他是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是，他从来都是。但是这一套，我估计后面30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是吗？沈腾呢？是另外一种演员，跟他不一样，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你比如说，您也是作为香港人哈，你看现在内地最火的喜剧，你笑吗？笑。就你觉得你的反应跟影院里的北京观众是一样的吗？同频的吗？未必，可是我笑。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有些东西。那我看好莱坞片我都笑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但是有时候你在美国的戏院里面笑，里面看，有的人狂笑，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影评会讲，就是说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那些老梗现在再使出来，今天的观众变了什么的。影评界是从来是最没有就是规格的，任何人都是影评人，是不是？你不需要上一个课或者拿到一个学位才是影评人，所以你为什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呢？没有意义的，任何人都可以是影评人，有什么参考价值呢？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我因为种种原因啊，我前2天才在那个收费电视上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我因为之前都是说很多恶评嘛，但是我看了的感觉真是跟京哥有点像，甚至我原来认为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不是，但是我觉得挺认真的。他可能选角有一点错误，王宝强的角色是有点放错了，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就是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很难代替。你找他的这个，他设计的很多东西啊，就是他说的他的那种表演风格生发出来的东西。但是要换了一个人呢，好像做不到。是因为呢，他当导演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他就要你演成他那样一模一样。可是呢，谁演得到呢？可是呢。就每个人都演不到，然后他就很生气。后来舒淇他们是故意，你演一次给我看，实在就想看他演，好笑，就这样。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他就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面对不了自己，就这样啊，有，我都演不了，不要说他了。现在，是吗？要体面了？不是。就是到了一个年龄，你就做不了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了。能理解，能理解。哎呦，对，就是现在我也不太想拍喜剧片的原因。我宁愿不好笑了吗？不是，你想的事儿多了，是不是？不是，我觉得我混了那么久了，我年龄到了这个份上了，我还要做那些，不要做那些了吧？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东西吗？所以不是，问题是你去演呐，你去搞，让年轻人去演了嘛？你老人家还去演？那Woody Allen不是自己还在演吗？那个Woody Allen自己也在演，他也很搞笑。我觉得他好可怜。他这个里边啊，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身边我们熟悉的哈，更多的是说导演。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我要讲我要讲的话，对吧？就是我爱拍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困惑，就是因为我把它当做我的 career， 职业 ，not my hobby， 不是我的嗜好。那你做的苦吗？不苦。做的开心吗？开心。那为什么呢？一些不具备条件的，需要脏拉的，需要很多压力，有成就感啊！你很快做完很多事情，是不是有成就感？对啊，你有成就感嘛 ，achievement 嘛，就是那种嘛。你专业嘛，专业就把它做好就行了嘛。你做好，你就觉得开心了嘛。那你说，比如说这个像这个研究这个喜剧啊，你觉得有什么规律吗？能把人逗笑了？实在在我入行70年代，
我们都是看美国的那种，就是喜剧书，就是刚才他常提 Woody Allen 当时写的都还挺靠谱的，现在老了就乱七八糟了啊。当时写的书很多都很好的啊，然后你都会参考的。然后我们还看弗洛伊德，他有几本书是说人怎么会笑的。因为呢，你看现在你像我们电视界的有的那个总监就说那样的话呀，就是说我估计现在这个都是不是有点下去了？但是至少在最近这么几年内啊，就是说能把人逗乐的事情，到达了他现在红利最高的一个时代。对，你看我们周围吧，不管是你只要真能把人逗笑，真的逗笑了，哎，真是名利双收，绝对发达。就是好像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就是这么样的需要这个笑。应该说你要说从商业利益上来讲，能把人逗笑，现在在中国那是1等1的本事啊。中国也未必，中国道德观念还是比较强啊。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是会维护证据多一些。不然你郭德纲为什么长期都会压在那个水平被人家？他逗乐逗的最多了吧？但是这个喜剧片票房这么好，他演的不行啊，现在就只有沈腾比较好啊。然后沈腾都开始不想演了。你看他演《飞驰人生》，你就知道他不想逗大家笑了，他想演爸爸，他想死，他想演这些。为什么是演喜剧很累吗？就是你要逗别人笑，你自己就比任何戏都累10倍。怎么说呢？演喜剧是比演任何戏都累10倍的活。他累在哪儿呢？累在你要说服自己这样做。对，他喜剧问题，他往往有一个咱们研究这个笑的规律嘛，说这个有反常性。有反常性，而且呢，还有一点，他刚才讲弗洛伊德啊，我就记得，你知道弗洛伊德里边有一个理论嘛，就是人的不同发展阶段，比如说像孩子，就常常是，比如说就说是怎么说呢，生殖系就从排泄系统期的快感到口唇期的快感，一直到最后成年人的那种快感。然后呢，你看同时你又发现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批评有些喜剧片呢比较低俗，就是说充满了屎尿屁。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来说呢，就是你发现没有，我逗小孩玩，后来我发现挺好玩，就是小孩子啊，你只要跟他说屎尿屁，他就会笑，很开心。你跟他说放个大屁，不啊，小孩就笑。所以这可能也是人们瞧不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离这个本能生理本能太接近。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是就是说明这是很大一块笑料，就是距离人的那种原始本能比较接近。笑就是推翻规范嘛。对啊，推翻规范就好笑，推翻禁忌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因为笑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不同的文化底下，你觉得什么叫好笑，有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在国外讲，你可以大家会觉得很好笑，但这个明显在中国就很不好笑。你这么讲的话，大家会觉得很亵渎啊。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验，就是其实我人生第一个理想想当个相声演员。我小时候太不像了，你没有想到，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储钱罐满了以后，我买了3块6毛5一本，就是上海独角戏全集嘛，我上面所有东西什么36家房客我全能背出来。但后来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我就发现女的太难了，就是你刚刚讲到禁忌，就是一个女的你要在舞台上打破这个禁忌，你的形象就大家社会是很难接受的。一个女的怎么可以这样？女人在笑这件事情上只能做一个被动者。你听到陪着笑笑可以，你去说个笑话，很多时候打不破。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中国没有好的。女喜剧演有，但很少。我觉得国外也很少，差不多都是一些放弃作为一个女人的优势的人才能跟女政治家一样。比方贾玲，她差不多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优势了。哎呀，就比如说，本来你应该要漂漂亮亮的，或者怎么样，你算了吧，这真的是对。而且我还想问，就一般演戏，比如说我们以前会觉得说，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
他要掌握这个什么角色的心理，然后要尽量把他演活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喜剧里面的那个演员恰恰不是一般的活人，他不是正常的活人，是不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难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当年吴君如特别火，对演喜剧啊，然后突然间他所有喜剧他都不接，然后他就马上不火了，也赚不到钱。我有一次，然后就减肥，减到特别瘦，然后大家都瘦了不好笑了，就那样。然后我就去问他，喂，你干嘛呢？你这样，你就是把钱推出门啊。他就哭了，然后他告诉我，人家告诉我美了，我开心。哦，这真有意思。哎，好惨啊！然后他很坚持，然后是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形象。后来啊，可是就像以前一个女校将的那个就已经没有了啊。所以真有那种理论，不是喜剧就是自毁给别人看啊。对，哎，做女人难，做搞笑的女人最难。哎，但是文道，你分析过没有？人为什么看到别人惨，对，就会好笑呢？这里边有什么动物本能没有？没有，这个很多心理学家都有讲过，或者很多学者讲，第一就可能是因为，你看到别人那种惨，但是代替你。那有两种，有时候我们是看一个电影会哭，因为你觉得那个人在代替你去死，但是另一些时候呢，你觉得那个人代替也惨，但他不至于到那种，这完全是看戏剧的描写。铺写怎么样让他觉得，你觉得这个人，因为喜剧有个好玩的地方，你知道那个人不是真死，你知道那个我们在一个假定的状态，在那种假定状态下发生再悲惨的事情都可以很可笑。实在呢，欺凌也能带来快乐。对啊，所以学校啊什么都很多欺凌的。对啊，欺负别人。你看电影，有一个人掉到坑里面了，那大家就狂笑。如果你本身你这个人性不愿意去欺凌别人，可是这种看到人家掉这个坑里，你满足了那种欺凌的满足感心理，可是你又不需要去真的去欺凌人，所以你们就大笑了嘛。把人说的，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美国的，绝对。你看有的人，比方说有2-3个很坏的同学，去故意脱一个小胖子的裤子。其他人在旁边都笑的，不会说哎呀你不好这样欺负人，很少的，10个里面最少有8个是笑的。哎，不笑的呢，就是有感情出来了。对啊，有感情就不笑了。好像是因为这个人的惨，他应该是不具备代表性，是比较这个意外的。对，好像我记得谁说过，叫那个一个人的悲剧是全社会的笑料嘛。但如果这一个人的悲剧是有代表性，你每个人看到觉得我也是那样，你就笑不出来了。对，它是一定偶然性的意外的东西。哎，这有的就是西方有的哲学家就研究这个笑的原因呢。我就记得我看过一个哲学家，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当你笑的时候啊，感情是不在的。感情一在，你就不笑。笑不出来，对。哎，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他摔倒了，你如果是感同身受，你同情了，对，你就不会笑。对，所以喜剧一定要很快的，一开始就要跟观众建立一个默契，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在这个状态底下，你看到一个人摔倒了，你是可以笑的；看到一个什么的，你不需要投入那种感情的，你需要把它当成另一种东西来看。所以什么电影、什么电视剧类型电影，你要跟观众建立关系，让别人把你当什么看。还有一种理论讲叫什么，就是紧张的解除。紧张就或者是你比如说好比说我跟你对话啊，我说你看那个十年之后啊，我就在那个山顶李嘉诚的别墅里看着这个油麻地的你啊，结果你接一句呢，可能说对，你在李嘉诚的佣人房里看着我。这个就是前一句话好像就是是不是会哎呦他10年之后要成为李嘉诚，他积蓄起某种紧张。但是哦，原来是当李嘉诚的佣人房里，是吧？这个是有一派，一解除有一派就是这个就笑。您觉得有没有这个规律？这个是个小规律，并不是大规律。大规律还是攻击规范。攻击规范。攻击规范，比方说政治、宗教、性，就是3个最典型的规范。那你像在咱们国家比较传统的这个国家呀，所以这3个都不能够攻击的。
对，都不能碰。所以要不美国现在也不能碰啊，政治正确起来之后，是。对，在我小的时候，很多就攻击自己，要么是攻击残疾人，以前特别多，现在也不可以。对。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啊，当年呢，侯宝林，马三立，这为什么是大师啊？我觉得是太不容易了。就是说你比如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能要把相声从低俗里解救出来嘛，那所有这些个涉及低俗的他不能要，但不能要仍然能，比如关公战群雄啊或者什么，他仍然能让人笑。他这个里边找到的有些规律啊，我觉得有些时候笑，要不说他说跟表演有关系，我很相信。其实同样郭德纲的相声，不是郭德纲说就不一定有这个效果。对呀。甚至有些表演当中啊，有些非常微妙的节奏点。你比如说，哪怕是这个捧哏的这个于谦儿，这么一声，他这这一声就像是这个鼓点嘛，打到那个鼓点，对了你就乐了，对啊，的慢一点就不乐。你解了我一个困惑。我一个朋友讲那个脱口秀的，他一直跟我讲，他说不是一个演员讲了一句笑话，是一个好笑的演员讲了一句话。我一直没有理解，后来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其实是表演。喜剧他的那个气场。喜剧演员呢，就是得到了一个牌照，就是观众会对你笑，并不是谁说一个笑话我都会笑的。你一拿出那个牌照来，你是沈腾，我笑了。但是你觉不觉得还有另一种啊，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幽默？因为今天呢，我也看到有些文化人经常爱发这种牢骚，说今天的这个观众啊，他们这个感受幽默的能力，好像在理解能力在下降。就我说这个，因为语言的幽默很多是需要拐着弯听我这个话，那就是问题就在那了，拐着弯嘛，那个弯是不是同步拐？你这是 mass communication， 电影是你同时有10万人、100万人看的，那10万、100万人是不是同时拐那个弯？如果不是同时拐那个弯，那就不笑咯。所以说还是一个跟大多数的一个关系问题。对啊，这是大众传播嘛。大众传播就是同时到一个点，同时笑，互相共振，那就传院疯狂笑。那我还想再问啊，像金哥，你现在这几年你不拍喜剧了，那像这样的电影，你在拍的时候，尤其在内地这么情况下拍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跟以前拍香港纯粹的香港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立场不同就行了，实在都一样的。你表达一个故事，从一个什么方向？以前麦当雄最喜欢男盗女枪，就是麦当雄最对的，他一定是按那个反派犯罪那些人的主观线去写整个事情。警察都是狰狞的，对，都是坏人，警察反而是坏人，是啊。但是一个方法，可是没关系，我们从正着来写，我们从司法机关的立场，从他们的角度来写，一样好看，还是写一个同样的故事，可能对一些特别追求观能刺激的，会麦当雄那种会他们觉得爽一点，可是大部分的观众还是会喜欢看正的这边去写的，等于一直有1-2个。你所说的那种影评人，在那些就是网上老说，这个追龙比跛豪差得远了。那当然我没有叶子妹嘛，他就是少了个叶子妹而已，就没有那种色情啊、低俗啊，没有那种东西而已。所以当导演呢，我现在觉得真的是，过去我们不愿意相信说电影是一盘生意，对吧？可是实际上你看啊，他跟一般的画家、作家可真不一样。不一样，他脑子里得多少算计啊！你少了艺术家的激情也不行，对吗？但是呢，包括政策、法律、文化、风俗，这个香港这个地方和内地这个地方不同观众，哎呦，他得算多少？包括这个投资啊，你有没有像有些导演那样？你比如说，我想拍一个戏，超支我也要拍。我一定要拍到我心中的那个结果。看我是会计算，超多少能得到多少。在你心中没有一个理想的电影？
我觉得没有电影是理想的，没有说哎，我这一辈子电影生涯我要有一部作品，哎呀，足为此生啊。到目前为止，我此生看过的只有《教父》，是到现在都找不出很多错处的一部电影，其他时间会令你失效。你当年啊好的不得了，你现在你看《复仇者联盟》，20年后看，大家当笑片看，啊，一定。但20年后的小孩拿出来看，哈哈哈哈哈！对，就等于今天年轻人看我小时候很喜欢《星球大战》，他看戴着这个头盔，就这样，肯定的。那你比如说这个，你有一个名声啊，当年你拍了很多别人认为是烂片，我不知道烂片该是什么定义。你觉得烂片是什么叫烂片？嫉妒而已了，有什么烂？嫉妒就是烂片。你有本事拍那么多吗？既然烂，怎么可以拍那么多呢？当然不烂了。啊，你自己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不赔有钱赚有什么问题呢？哎，那么反过来说，最赚钱的电影是不是好电影？90%都是好电影。我以为你要说90%都不是呢，都是赚钱。因为赚钱的话，你是等于是说你在观众当中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如果你的人数越多，那就是。所以好的定义是什么吗？好的定义是什么吗？是最多人喜欢，还是某一些最高档的人认为好？什么叫好呢？但是问题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举个例子啊，像《复仇者联盟》第4集结局票房一定超过当年的《教父》。对啊。但那你会不会觉得它要比《教父》好呢？不会。可是每一个年代在当那个年代的效果，而不是你能放回去1960几年嘛？当然不行了。所以就跟我说这个，你不能跨时代去算计嘛，去比较嘛。所以其实呢，理解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搏击一样，没有规则没法谈，对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规则好，就是最大多数的主流人群，哎，用脚投票，用票投脚，对吧？用票投脚，对吧？那么他们能够花这个钱和时间看这种商业电影算好。那么赚钱的就是好电影。那如果你说这种共振的效果跟那种震撼感，实在Gone with the Wind， 是有史以来最好。1930几年能拍成那样，对不对？飘。哎，如果你现在回顾起来哈，你拍的，金哥拍的，听说有近200部了吧？我导演了100多部吧。你自己要给你自己评，你觉得你的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实在没什么，我都不满意的。那您如果就是刚才一直讲共振，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您要找到一种共振，你会觉得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东西真正能引起我们共振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会觉得喜剧里面放一点人情味是最好的。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一个我满意的喜剧演员，所以我不敢拍。你必须手上有一个跟你想法一样的喜剧演员，你才能拍出最好的喜剧。当年有一段时间，我跟周星驰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在同一个轨道上面，所以当时我们合作的片都很好。后来大家有不同想法，就没有再合作。可是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喜剧导演没有一个好的配合的喜剧演员，是很难达到一个特别高峰的。那你们当时想法有了什么不同呢？你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大家都想做导演嘛。他想做导演吗？啊，那就你做吧，那就我拍别人无所谓的。所以您觉得就是今天的大家心里面期待的那个东西是笑声以外有点人情味儿，但这个人情是说到非常小的那种家庭的情感都可以啊。你看，就是你今天你这样看回去 ，Chaplin 最好的几部戏都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吧？是你今天看还是好看。对，时代没有淘汰它，真的是。所以这个金哥，我发现他经常说，他觉得他是个商人，这是你说的吧？对。所以你选择拍一部戏，其实他真是反映了，我觉得很多香港人之所以当年能成功啊。这个也是，那真的像当年向华胜，听说真的就到电影院呢，
到电影院去看每一个笑声为什么笑，哎呀，这样的去弄这个市场。他主要是在台湾做了几个月，去研究台湾的市场。你觉得今天的市场怎么样呢？今天的市场太宽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有市场。因为你在北京的话，你不可能去5线城市每天在戏院里面。有道理，对不对？没错。今天中国差距太大了。3、4、5线城市是华语片的最大的市场，对，1、2线城市根本就不看华语片了。那你了解内地3、4、5线城市的人吗？不够了解。那你现在凭着什么感觉去觉得这个好看呢？我觉得3、4、5线城市有点像当年90年代的台湾的南部的城市，就拿那个来比较，就相距不会很远。就有一阵子，比如说我们研究视频网，就发现一些我们1线城市所谓社会精英阶层，很多根本没有人去关心的那种直播网站，就是5线城市青年大最爱看的，根本就是现在的 BAT 也是3、4、5线城市，对。充会员的，但是有的也挺好看的。你看，怪不得这京哥老行尊啊，至今还硬挺在这个电影第一线上，这是个明白人呐。你愿意别人管你叫老师还是叫老板？都不愿意。哦，所有人都叫我京哥。对，哎，京哥，对。挺好，所有人都叫京哥。对，龙精虎猛，对吧？京哥都说京哥这个说话直啊。我现在做一个测试啊，京哥，我问的问题可以答可以不答啊。行，我看看他开机了，还是像不像那么说？王家卫好还是贾樟柯好？王家卫好。那贾樟柯不好吗？在我的标准一般。不好在哪儿？我觉得技法不行。京哥，哎呦，真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哎，但是文道好像肯定就不同意了。对，我还蛮喜欢贾樟柯的。对，哎，这怎么说？你看你们俩之间就分出来，我就觉得呢，这个京哥是香港电影老行尊了，但是伴随着他的评价是吧？咱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啊。但是刚才咱们聊，他至少解答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发现。他实际想任何事情啊，脑子里有专业2个字。哎，你比如说他看什么？他看权力游戏。哎，京哥，你倒是真是帮我解答解答。好多人都问《权力游戏》第3集为什么黑的都我都看不清呢？那个根本就是他们的一个打灯光的原则。他们是拍一个中世纪，虽然是虚构的，还是以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作为一个。背景的一个剧，那种城堡哪有光源呢？晚上除了火把之外，所以如果你不拿火把，根本不应该有光源。可是星巴克还是穿越上去了。但是你说，你看他实际上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出这京哥他对这个专业啊看得极其重，他脑子里有经线，对，但是行不行？那又怎么解释过去很多年人家说的你拍了一些低预算的片子，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基本上当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告诉大家是台湾呢，当时是用一种就是保护主义的方法去，连美国片都只能够进去8个拷贝，只能放200个拷贝的只有台湾片跟香港片。香港呢，他就设了一个机构。叫自由总会，所有香港电影人都要入会，好像1年给2块钱啊，实在是个特务机关，他就拿了你所有的资料了。然后呢，所以就只有这2个地方。然后台湾片它被黑社会基本上盘踞，所以港片比它优秀太多，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看港片，然后呢，台湾人就越给越多钱，然后呢，不管你。我收到最离谱的一个就是 order， 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老板，我刚拍完一部戏，圣诞节档，好了，然后我可以去放假了，我讲啊，然后老板打电话，哎，下星期就开一部过年档的，神经病，12月有什么？哎，你不是说过有一部叫《整蛊专家》吗？我说是啊。
谁演啊？他说我已经跟周星驰、刘德华谈好了。然后我说那我手上有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刘德华，什么都没有。你要我下星期开接，我不管，我都卖掉了。哇！当时就是这样。好像说您拍的最快的一部是3个月从拍摄到后期是吗？不是，特别快。不是，是5个星期。哦，从剧本没有剧本，每天写。飞机仔啊，哎，那我问问你啊，这个有，还是我自己写，有点装什么这个话题哈。你认为你怎么看所谓艺术家的良心啊，艺术家的气节呀？哎，真的，你像我内地有的导演朋友，要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我不拍了。不是，问题是我当时拍的不是艺术片嘛，是纯娱乐片嘛。如果我拍的是艺术片，我肯定不拍。纯娱乐片无所谓，你敢我来拍，你给钱我就收了，过一个肥年干嘛不拍呢？然后我不拍，我惹麻烦。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当年到香港啊，我学了广东话一个词啊，叫叻仔啊，叻仔。这个叻仔呢，就好像一般就是说很厉害啊。其实，在我理解啊，有一种很精明的含义在里头。那个时候，我这个叻仔的画像就是京哥。实在香港很多这种超大家觉得是经典的戏，实在都是大家在没有时间里面挤出来的。周润发演那个《英雄本色》，他同时在拍4部戏，然后他客串的，那马哥是客串的，小马哥是客串的啊，真的，越拍越多而已啊，真的是最初就来，本来是剧本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本来是郑浩南演的，所以叫 Mark， 就用了郑浩南的用啊，对，然后呢他就来拍了2场之后，2、3场之后，吴宇森说，哎，这个角色比其他角色都要好，要加戏，一直加。就剧本是后来一边拍一边加，然后呢，周润发有一天在飞鹅山跟狄龙有一场戏嘛，对，他迟到了，这狄龙就说，哎呀，发仔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就是戏拍不好。哎呀，龙哥，我们捞嘛，捞算了吧。捞的那个赢了个专心的那个奖金像奖。哎，文道，你说这个捞啊，这个像他说的这么样的拍戏，也能出好片，这怎么理解？这个是很奇怪，是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电影学者已经去世了，叫 David Bordwell， 大卫·伯德维尔，他讲他很喜欢香港电影，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谈香港电影。他在美国教书一定要教香港电影，就因为他觉得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做到了一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没做到的东西，就是他说香港电影的美学是怎么样，所有东西都要推到极端，都要过分，然后都要给你马上快速的感官刺激，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剧情逻辑什么，但你根本看的时候你会忘记那些事情。比如说你看，就算看《权力游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剧情不合理，但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的那些好作品是让你忘记它的不合理。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做到呢？他就分析香港电影的工业，他所有东西很赶很快，包括他特别介绍那个现象，让美国人很吃惊的，让他那些学生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非直仔呀，非直仔，就香港电影几10年这么干了，就现场这边导演在拍，下面那个台词还不知道讲什么，后面再赶快写，要递上去，等一下你来这一句，听上去跟姜文似的。姜文也这样吗？不是，但是姜文的非直仔跟这个正好相反啊。姜文是事先恨不能组织10个编剧写10个本子出来，然后真到在拍的时候，有可能全部都否掉，前一天晚上写一张纸给演员。但是这种非直仔但完全不一样。你说这种现场发挥的导演很多嘛？那侯孝贤也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香港那个是在那种密集的工业状况，就像金哥刚刚讲，一天接几组戏。那种情况下去砰砰砰砰砰那么做出来，我试过一天2组2部戏，然后我还在晚上，他们看到我在写剧本，在现场打灯写个剧本，他们说是不是明天我们早上？不是，是另外朱延平那组的，我帮他写。
其实我想，好多包括作家也是，有很多人是他辛辛苦苦埋头多少年写的东西，不如他随意写出来的一个东西。对，有时候你随手而做，随意而做，反而是为什么呢？你打破了很多规矩，是那种有一种轻松在里面。而且我想强调，这真的是香港特色，这香港人。对，我要请你解释一个香港的另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扎拉扎拉是破产是吗？扎桑，哎，这个香港这个扎桑的是你给解释解释。意思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没办法完全预计的，你要随机应变，都是生动的。听着像印度人的思维，对，很像。你必须生动去。都是流动的，什么事情？你在现场就看怎么办，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叫执上。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甚至跟这个东西方文化呀有一定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一讲美国好莱坞，咱们只有佩服哈，大工业、大专业。可是呢，以我所见呢，就是咱们这几十年很多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哎，就包括我们这种聊天的这个形式，我仔细想想，都是当年你看最早到了香港。香港是什么？就没有条件，我们所谓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比如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公司里就跟你讲啊，说你不能天天请嘉宾，我们没有这个人力天天请嘉宾，你必须固定的3个人，你不固定3个人，天天聊新闻，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这不符合，这怎么做啊？谁是什么问题他都是专家呢？但是唯其如此啊，你最后逼得头大呀，你突然有一个顿悟。你觉得哎，那生活里3个老友天天吃饭聊天，天天中午吃午餐都聊天，怎么也聊得很开心呢？哎，于是你创造出来一种形式。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这个你说该怎么理解？一方面你要说不专业，对吧？哎，没有条件，但是往往好像很多东西是逼出来的。可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啊，其实那时候不止香港，包括台湾部分行业。我们流行文化最发达的年代，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很有名倪匡，写科幻小说一天是能写10万字的。然后你比如说古龙，还有对不对？经常是他那个收了钱还没写完呢。对，10万字不可能。他自己说吧，然后那个像古龙喝的那样子，然后还在写。然后你说历史小说高阳。这是我很多我的前辈看到的亲身体验。高阳是怎么样？高阳爱打麻将，然后爱喝酒，然后编辑那时候没有传真，没有电邮嘛，70年代是到他家催他稿，然后他在打牌，然后打牌还轮不到他在看，人家在享受，他就写，然后他碰一个出去，然后跟着再写，就这么一碗牌桌上面就把明天的连载给交出去。那你想看的是什么状态？我记得我在写东西那么多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你灵感怎么办？说这个我们写作怎么讲灵感？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是职业的，你还讲灵感就完蛋了，就你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讲灵感的。那个有一个刚刚在香港去世的那个就是那个德国摄影师嘛，那个 Michael Wolf， 他就曾经拍过一整个就是那个香港系列，叫做 Informal Solution， 就叫非正式解决方案。就他就一个德国人的眼光看到，就是香港人有个特点，就是你出了任何问题，他可以有一个临时解决。他就拍到很多，比如说那个水管子坏了，他不是来修整个水管的，不是整个给你接一个塑料袋在上面，任何这个方式。嘿，他后来我在印度看到也是这样，他们叫那个 Jugaad， 就是你看他的交通很混乱吧，没关系，每个人看到问题，他自己会找到一个方案去解决。结果你觉得他没有，就好像他很不系统啊。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那么多跨国企业的 CEO 是印度人？他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他们就是能够解决危机，出了什么问题临时扎桑，其实那个翻译就应该叫扎桑。你知道我现在甚至就这个金哥这方面的是扎桑的高手是吧？我觉得你就可以回答我。其实有个困惑，我觉得你像我们呐，都是过去年代来的人，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偏见，但是我的一个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你们可以批评啊。为什么我觉得当年没钱的时候，我做的一些事儿啊还挺棒的，发挥也好。后来呢，条件越来越好，美国兵的装备，包括有些演员、有些导演，比当年的条件好多了，但是你就不行。可是呢，就是你那就不对了，你怎么还不如原来了？但是呢，作为一种产业来说，你说西方的这种专业化呀，这种好像它能够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厉害。我们的这种呢，
经常有传奇，就比如说什么《大话西游》啊什么，它变成传奇，但是传奇又有点像什么呢？最近不都是在聊什么搏击？你看西方的这种搏击啊，这拳击和这种所谓传统武术，你看这个里面也是，就是说我不否认呐，传统武术啊，这个灵感一开啊，有的时候体重小的人是吧，可能戳你眼睛踢你裆就把你给放倒了，他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呢，作为一种统计性的现象，绝对的重量。绝对的力量，你不够他打，你说这是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影方面，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困惑吗？我明白，我早就明白了。这为什么呢？状态。什么意思？当年你没有什么好的配备，为什么你拍出来那么好的东西？你有状态，2个星期的都能拍出好东西，你是最佳状态嘛？就是一个运动员，也是 top form， 你就回去睡张单人床，吃块面包就回来了，一天睡3个小时，一样能做到很好的东西。那现在到后来你很多钱，你住大别墅了，坐班次了，然后你费用也很高了，然后给你特别多的东西配合，你状态下去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导演跟运动员是一样的。没有状态了，状态会有，任何运动员都会走入一个低潮状态的，导演也一样。那好莱坞的或者《权力游戏》的那个状态呢？他每一集都不同导演，像美剧是每一集不同导演。那伊斯特伍德人家90了吧？快谁？伊斯特伍德不是刚拍了一个片，他自己又演又导。对啊，对啊，你觉得好吗？他有状态啊，你觉得好吗？最近那部我觉得真不好，没有，我觉得挺好。但最近15年没有一部好的，除了那个Billion Dollar Baby 之外，我没看到一部能看的。哪儿不好？你觉得他状态没了吗？整个节奏都不对。你作为商业片，你整个节奏都不对，它又不是艺术片，好奇怪，就是尊重他那么老才拍，只能够这样说。我真看不下去。我想问，我想接着问啊，那假如你是一个导演，也会有这种状态的好跟不好有这种起伏。那如果一个导演不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比如说他可能很久的，对不对？他怎么样？可能3到5年的。那一个人怎么样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状态？有方法吗？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休息。我觉得第一是足够的休息，比方说我以前可以1年拍7部戏，到追龙，我追龙就拍了2年，用时间来疗伤。就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拍的那种状态太难。我试过，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一开机旁边就会有一点这种声音，不收音嘛。就是我试过，感觉到。天天拍，日拍夜拍。有一次我突然开机，我想吐啊，真的想吐，拍吐了，真是拍吐了。那年我导演了7部，监制了3部，日夜都市大片啊，可能一天分3组的，我3组都去看一看，就让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这样做，这样。我一个夜班，6点到12点在邵氏拍周星驰，然后12点我就开车去嘉禾拍成龙，拍到天亮。我天哪！那你是为了什么呢？没办法，2部都赶得上。是为了挣钱？不是。你接了2部都，然后他的档期互相改变了，就变成有碰撞了，你只好拍啊。你看这个跟这个内地的导演的想法真是很不一样。你看我特别理解，我老是印象特深刻。我有一次看张艺谋的一个采访，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那种感受，就是你一个文人写文章写不好了就重写了，对吧？他说其实很多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这个电影必败无疑。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是灵魂呐，你必须撑着，给大家信心，人在那，把一个明知道失败的事情给他干完。哎呦，我觉得这导演这个是会有这种的。长城我看他拍了1/3，哭到死病了，是吗？
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你这个内行怎么就能看1/3？因为我看戏看到1/3，就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哈？肯定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比起来写东西容易太多了。你想想看，像最近《权力的游戏》，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嘛，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嘛？Petition.org已经有超过，当时有超过130万人在全球联署，说要求 HBO 重拍这一季。那么，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写到后来他本来不想再写了，写吐了，他也是，然后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然后说不行，福尔摩斯怎么能死？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他又活过来了。但你看写书多容易，写书你觉得这个角色写死了，好，那我下一本赶快把他又写活了。金庸也试过2次啊。啊，是吗？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侠侣》，小龙女16年后再次重会，她就是骗杨过的，她跳下去就死了，所有人都说不行，然后他实在说不通的，他把他说到这个毒子中到没法子了，后来他就是蒙混过关，根本就让小龙女又活了过来。另外一次就是《天龙八部》。乔峰打死阿朱，又全世界反对，可是他这一次他再不肯了，他就继续写下去，就是这样。所以，但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怎么可能？这是一个多么耗资巨大的东西。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讲力气大是不是越厉害？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就香港电影，我们或许过去这种执生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是不是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了，根本不可能再持续了。是持续不下去的了。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看美国这几年好莱坞他们拍电视拍电影那么强大，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专业，他所有，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就比如说，实在也不是，你说他专业，实在要不专业也非常不专业。实在李连杰告诉我，他去拍那个《轰天炮》第4集，他的第一部戏片，根本也一样。天天飞子，天天飞子也这样子吗 ？Mel Gibson 说了算。大腕儿说了算，因为钱是 Mel Gibson 找回来的。他是老板，那就不一样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弥漫世界。但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有分别啊，就我看到内地电影也好，或者香港电影也好，比如说你有可能是我拍部戏，我去融资吗？去找银行贷款吗？很难。但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你要贷款，你要有标准，我要能看你这个电影最后票房是多少。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这个预估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不是他有个 bond， 他每一部戏都有个 bond， 得对啊，有债券啊，不是那个 bond 就是等于一个保险公司，对啊，你要给他费用，他去保证你能拍完。哎，你说这个，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啊，我发现真有神的。我估计金哥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本事？就一部电影上映啊，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这个8亿，最后可能就是7亿多或者8亿多，就能说的特别准。他没有什么大数据啊，他就是这个一种直觉，就经验。第一，他看过那个戏；第二，看对手。你现在看一部片子，你能算？我以前在香港基本上不会距离超过15%，现在不敢说那么准，因为票房背后很多东西，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什么活动？各种活动，刷票房啊什么的，各种活动了哈。哎，你说像你刚才讲这个《权力游戏》这个什么烂尾啊什么的，我又有一个偏见啊，就是我看有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你说它好，说它坏。没有用，你知道就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你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儿，我们知道，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儿啊，和明清的那个写意啊完全不一样。对，北宋的画叫什么呢？巨细无遗。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清明上河图》，它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景观上讲是好的，是牛的，但是最小的据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酒馆2个人划拳，对。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这就是说，
他连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可丁可卯，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说实在的，有些时候情节我都不求甚解，你知道吗？就是看着这些，哎呀，这么好的盔甲，这样好的演员，这样好的这个镜头的剪辑，一切的这种，你就愿意看。他多演半小时，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他好像就超越了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烂尾了。所以我就说，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香港电影，当年的很多这个杂啦老杂三嘛，可能就会杂啦啦。对，所以就说是不是碰到极限了，对吧？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我就说，你觉得香港电影当年那么拍下来，靠着这个灵感，靠着状态，香港电影的崩溃根本不是因为素质，是因为台湾崩溃，那最大的买家崩溃。哦，他一直就这么认为，是个市场的问题。市场问题。那您刚才说了，不然香港电影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我们这一辈香港最强的导演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差不多。哎，重生是重生，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几十亿票房的，那种还是内地导演居多。那是一种，我觉得啊，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它有一种同情共感的啊，就你能不能拍到那个东西，就是一种共振，有一种情绪共振。那你比如说刚才你讲了，说这个王家卫比贾樟柯好，那么王家卫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因为太熟，我跟他好朋友，根本是无所谓的。对，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拍片的路子，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你能接受吗？有几部我很喜欢，比如说，重庆森林啦，他第一部的旺角卡门啦，那个叫什么？那个张曼玉、梁朝伟那部。花样年华。不是啊，花样年华。花样年华呢，我很喜欢。一代宗师我也很喜欢，有的当然不喜欢了，有的他自己就知道了。哎，但是那个老亏钱呢。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拍不成的，他后来都是亏自己的钱呢。那你理人家什么呢？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那是人家的选择嘛。哎，有一点呢，这个金哥这个很有意思，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哈。你比如说他自己拍电影就讲要赚钱，对吗？但是呢，他投这个许鞍华的天水围的这个先是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是吧？日与夜差不多打平。对，但是夜与雾是不是亏了？亏了。那你为什么有投资给这样的电影呢？尊重专业，我是商业片的专业，所以我一定要把商业片拍到极致。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把艺术片拍到极致啊。那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了。是，投资人来说，我并不专业。那这是有情怀。有时候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有啊。你当时是怎么想要投这种电影？没有啊，当时就是没有人投，我就来投吧。安是那个。